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哈比亚频道。这个播放列表知识就是力量，将给大家带来一些美食背后的故事。之前的2支视频分别介绍了春节和元宵节，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本周的另一支视频为大家介绍了青团做法。那么关于青团会有怎样的节日故事呢？我们的频道将在周5每2周1更，并且不定期下更。欢迎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今天的这支视频将为大家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。清明节的节期在仲春与暮春之交，与24节气中的清明是同一天。这一时节，万物生长，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。在2021年，清明节是4月4号，也就是这2支视频发出的后2天。希望您在看过这2支视频后，可以对清明节有更深入的了解。本支视频将为您介绍清明节的起源、习俗和美食。清明节的起源，据传是始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，后来民间开始效仿，并且慢慢的流传开来。在历史的发展中，清明节还渐渐融合了另外2个节日，上巳节和寒食节。上巳节俗称3月3，是古代举行伏除盼浴的重要节日，人们在此期间结伴去水边沐浴，后来又增加了祭祀宴饮、郊外游春、曲水流觞等活动。但是到了宋朝，就逐渐销声匿迹了。寒食节在中国古代流行于北方地区，在此期间不能生火，只能吃生食或者冷食，让平常吃热食的人们不太习惯。于是在宋元时期，清明节渐渐取代了寒食节的地位。因为是效仿墓祭之礼，所以在清明节人们会祭祖扫墓、礼敬祖先，以表达自己的缅怀与追思。在中国，清明节会放假3天，人们纷纷扶老携幼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并将酒、食品、果品供祭于墓前，焚化纸钱进行祭拜。除此之外，受了上巳节的影响，人们也会和亲朋好友一起去郊外踏青、散步、野炊、放风筝等，亲近自然，享受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色。因此，清明节又被叫做祭祖节和踏青节。在中国北方受寒食节的影响，清明节期间还保留着一些吃冷食的习惯，例如冷饽饽、冷煎饼、冷高粱饭等。但是与寒食节相比，还是可以生火做饭的。也有一些地方，人们会将撒有核桃、红枣和豆子的白面馒头作为祭祀食品，并且在祭祀完后将其分吃。而在南方，人们会吃青团，也被称为清明饼、艾叶粑粑等。虽然青团流传千百年，外形也一直没有变化，但它作为祭祀食品的功能也在日益淡化。现如今，青团已变成了一道时令性很强的小吃。青团具体的做法在本周另一支视频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尝试跟着视频自己做一下。这支视频接近尾声时，想询问一下大家，你们的家乡有什么特别的祭祖习俗，或者你有联想到哪些和清明节类似的节日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喜欢这类小科普型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订阅我们的视频和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收到最新视频上线的提醒。下一期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小科普是介绍端午节。如果想要了解关于端午节的相关知识，一定要按时观看哦。我们6月份见。